干上一辈子警察，就不见得能碰到一起这样的案件。我国刑警能厉害到什么地步？仅凭后备箱里发现的一片枯黄树叶，就能确定村头机井之中的死尸身份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案子相当不可思议，但凡漏掉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，你都猜不到结局。点个赞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10年7月13日的那个下午，山东省济南市孙庄乡的一位村民，在自家田头的机井之中发现了一具裸尸。警方接到报案，很快来到了现场。在将尸体打捞上来之后，他们发现这是一具身高1米8的男性尸体，30多岁，头部几乎被钝器击碎，死后被扒光衣服，头朝下扔进了机井之中。由于尸体已经高度腐败且臭不可闻，法医只能粗略估算出他的死亡时间在6个月到1年之间。随后，警方又在井底打捞出一柄斧子，很有可能是作为凶器与死者一同被扔进去的。然而遗憾的是，法医没能从这柄斧子上提取到任何的血迹和指纹。通过上述信息，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线索：首先，这处机井的位置十分偏僻，凶手应该是对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，所以很有可能他就是周边村里的人。其次，死者为1米8的壮汉，想要把这样一个人杀害并抛尸井中，没有点力气是不太可能的，因此凶手应该也足够强壮。又或者是有多人参与行凶。最后就是这把疑似凶器的斧子，通过追查斧子的来源，或许也能得到一些关键信息。随后警方查到了周边唯一一家卖这种斧子的店铺。由于这种斧子特地用了铁片进行加固，所以价格要比普通斧子贵出不少，因此用得到它的人也并不多。商家从2009年12月底进了80把斧子，到现在大半年了，也只卖出去了13把。但要是让老板一一说出这13位买家的情况，那不免就有点为难人家了。因此警方通过斧子这条线唯一能获取到的信息就是，凶手应该是在2010年买的作案工具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又从村民那里得知一条关键信息：2010年1月底，有村民曾在机井附近发现土壤颜色有点发红。现在想来，很有可能是受害者的血染红了地面。结合这一线索，警方直接将受害者的遇害时间锁定在了2010年1月份。警方先后出动了上百名警力，对附近村庄的失踪情况进行了调查。结果发现，1月份失踪的17名村民，没有一个人的身份信息能够与死者对应上。随后，警方又将尸源排查的范围扩大到了县级、省级乃至全国，却依然没有发现疑似的失踪人口。就在这时，警方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既然凶手很有可能就是附近村里的人，那为什么不先从凶手开始排查呢？于是，警方再次翻开了那失踪的17人名单，果然在里面发现一名可疑人员，他就是在村里开养鸡场的老王。在警察看来，这人身上有着太多可疑的点：单身离异、欠债100万、离奇失踪，似乎每一条都足以形成作案动机。随后，警方又从万能的村民口中得知一条奇怪的信息：老王失踪前不久新提了一辆桑塔纳轿车，但奇怪的是，他才买回来不到1个月，就去搞了套整车喷漆，而且还是在车子没撞没损的情况下。警察随后也在汽修店证实了这一说法。店内老板说，老王自从失踪后，车子就一直停在这里没动过，就是那辆暗红色的桑塔纳轿车。警方随即对车子做了个全身体检，果然在后备箱的备胎底下发现了重大线索，就是这片看上去平平无奇的树叶，却直接撬开了这件奇案最关键的那一道大门。这可能是刑侦史上最有存在感的一片树叶，警方直接通过它串联起了所有的线索。经过多次繁琐的技术处理后，法院终于在这片叶子上提取到了人类的 DNA 信息。在与机井中的死者 DNA 进行比对后，警方确定老王的这辆桑塔纳轿车曾经装载过死者。这位无故消失的老王也就成了警方重点调查的目标。通过对老王失踪前的电话记录进行调查，警方发现他在1月份的时候曾与2个天津的号码互通过不下数百回的电话。警方顺藤摸瓜排查到了这2个天津号码的主人，这位名叫老韩，时年32岁，身高1米83，体型中等。警方听闻这些信息后，立马不淡定了，因为从身体特征来判断，这位老韩很有可能就是他们苦寻半月的死者。很快，警方就将老韩家属的 DNA 与机井中的死者进行了比对，最终法医确认死者就是老韩本人。一个天津人为什么会无缘无故死在山东的机井里呢？要想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人，他就是曾与老韩一道外出打工的工友，同时也是另外一个天津号码的主人小韩。对于老韩的意外离世，小韩曾试图用一言不发来蒙混过关。然而，当警方拿出从老王后备箱里发现的那片沾血的树叶，以及老韩家属的 DNA 比对结果后，小韩可算是绷不住就全撂了。
从小韩口中，警方得知俩人外出打的这份工并不正经，因为他们接到的是老王提供的杀人单子，只要杀掉老张就有10万块钱。他们俩人也并不知道这位老张究竟是何人，反正既然有人出钱要买他的命，老韩和小韩便果断动身来到了山东。从接下来两人的操作来看，他们应该是属于半道出家的杀手，因为他们先后精心策划的好几场暗杀行动，居然都没能将这位传说中的老张给做掉。这些行动包括但不限于制造车祸、安装爆炸装置等。这一通操作下来，就连雇主老王也着急了，一咬牙又往上加了4万块。只要能取老张性命，他不管用什么方法。然而很快老王就发现了，这件事成功与否，他根本不是钱的事儿，而是2位杀手本身就没他想的那么专业。于是这时候老王偷偷给小韩打了个电话，他给了小韩2个选择，要么把同伙老韩给做掉，要么被自己和老韩给做掉。你别看这小韩虽然杀起外人来不太行，但对自己人动起斧头来可是一点都不带手软的。他趁着老韩不注意劈头就是一斧头。事情办成后，他又给老王打电话，2人用那辆红色的桑塔纳将老韩扔进了偏僻的机井之中。按理说小韩已经供出了这一切，这件案子也该到此结束了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该案的罪魁祸首老王却始终没有露面，他究竟躲到哪里去了呢？这是最顶级的编剧才能编出来的剧情，然而它却是个血淋淋的真实故事。为了找到最关键的证人老王，警方足足花了2年多的时间，开展了大范围的搜寻。然而奇怪的是，这个人却始终没有被找到，他的身份证、手机以及银行卡均没有再次使用的痕迹。难道说老王已经死了吗？警方不得不再次从老王的离奇失踪开始查起。据村民反映，他们最后一次见老王的时候天气不太好，当时有雾还下着小雪，这种情况在当地来说并不多见。通过调查当地的气象资料，警方确定了老王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是2010年3月9日。在老王消失后不久，老王的亲戚朋友们都曾收到过一条群发短信，所有人都以为老王应该是去外地躲债了。然而警方却越看这条短信越觉得不对劲，因为收到这条短信的不只是老王的兄弟朋友们，还有一些他的爷爷和叔伯辈分的亲戚。难不成他为了躲债连称呼都不顾了吗？如果这条短信不是老王群发的，那么编造这条短信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谁最有可能杀害老王呢？警方脑海中迅速浮出了2个人的名字：小韩与老张。经调查，小韩在老王遇害之时一直都待在天津，基本可以排除掉嫌疑。那么会不会是老张在得知自己被老王追杀之后，一怒之下将他给做掉了呢？为了验证这个猜测，警方不止一次地找到了老张问话。有道是凶手死于话多，老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彻底点醒了警方：傻子才会去抛尸，换作是我就直接烧掉。老张是当地殡仪馆运送尸体的工人，村里谁家有个白事都要经由老张拉去火葬场火化掉。这么看来，老张的确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一个人给火化掉。然而警方调查了2010年3月份所有的火化名单，却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异常，这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在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村里的火化流程。假设谁家有了白事，村里会先开出一张火化证明，然后老张就可以直接拿着这张火化证明去火葬场将尸体烧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唯一的经手人老张自然有着灵活的操作空间，他所需要的仅仅就是一张火化证明。想到这里，警方一下子捋清了一切，他们连夜造访了老张所在的殡仪馆，再度翻开了那本火葬记录，并最终从中发现了隐藏的真相。2年前，一位姓丁的老人足足被老张火化了2次，而这第2次火化的时间正是老王失踪的时间，2010年3月9日。随后警方又从老张的妻子那里得知，家里的沙发坐垫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突然消失了。警方立即对老张家的沙发进行了检查，最终在沙发背后的木条上提取到了一滴血迹。经化验，这正是失踪了2年多的老王的血迹。至此铁证如山，老张再也百口莫辩。面对警方的审问，他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一切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老王要杀掉自己，因为老张的妻子与老王之间不是一般的暧昧，这次买凶杀人的主意正是他俩密谋好的。然而他们都没有想到的是，那2个雇来的杀手居然会这么的不爱杀生。老张愣是先后躲过了数次暗杀行动，他原本想着忍一时风平浪静，却没想到退一步越想越气。于是在2010年3月9日这天，老张特地约了老王上门谈事情。为了保险起见，老张还专门叫上了自己的朋友文熙来帮忙。他先是一语道破了老王跟自己妻子的奸情，没想到老王还试图否认。就这样，2人越说越上头。文熙看准时机，递给了老张一根木棍，老张就这样把老王给敲死了。此后2人迅速处理了现场，沾血的沙发垫也被老张放进了装尸袋，一同火化掉了。
为了掩盖真相，老张又拿起老王的手机，给他通讯录里的朋友群发了一条短信。但老张没想到的是，也正是这画蛇添足般的一笔，以及他前面多出来的一句话，直接将自己送入了万劫不复之地。至此，这件曲折离奇的买凶杀人案也便落下了帷幕。最终，老张被判处了无期徒刑，杀害同伙的小韩被判了死缓，而老张的妻子因与老王密谋杀夫，喜提11年牢狱。帮助老张行凶并处理尸体的文熙也蹲了9年大牢。一桩惊世奇案照出众生相，最后的致敬必须送给不辞辛劳的警察叔叔们。以上就是烟锁殡仪馆的全部内容了，我们下周一晚饭时间不见不散。